想象一下，在台北市区那寸土寸金的小公寓，一坪豪宅的价钱能不能换来10年的寿命？许多人辛苦打拼一辈子，退休后却仍困在阴雨绵绵的双北都市，对着高昂的物价发愁，为挂不上号的医院烦恼。难道繁华的都市真的是养老的天堂吗？其实台湾有许多被低估的退休胜地，环境舒适，生活无忧，简直让人后悔没有早点发现。今天就带大家深入探讨台湾的10座养老天堂，看看哪里才是我们理想中的终极退休乐园。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想一想，什么才是理想的退休生活？有人向往山林的宁静，有人偏爱海边的浪漫，也有人离不开城市的便利。选择退休地点就像给自己的人生下一个副本，里面的每个条件都会影响你未来几十年的生活品质。我走访全台许多地方，发现评估一个城市适不适合养老，有几个关键因素不能忽略，其中包括医疗资源、气候环境、生活成本，以及休闲娱乐和社区氛围。接下来，我们就以这些角度来看看哪10个地方是台湾真正的养老天花板。首先登场的是台中市。有人说，台中就像上天给退休族的礼物，地理位置适中，南来北往都方便。台中的气候更是让人羡慕，没有台北冬天的湿冷刺骨，也没有高雄盛夏的酷热难耐。每当台风侵袭台湾，不是往北扫就是往南炸，经常出现台中结界的奇景，暴风雨竟然绕过台中，让这座城市依然风平浪静。试想退休后的午后，坐在台中的公园长椅上，迎着柔和的微风，不用担心台风吹垮院子里的果树，那是多么惬意。除了好天气，台中的生活机能与医疗资源也让人安心。这里有多家大型医院，像中国附医、台中荣总等，都提供完善的医疗照护。不少在台北住惯的人，一开始担心离开首都会不方便，但在台中，你该有的都有，百货公司、大型超市、美食夜市一样不缺。而且最让人心动的是房价和物价。台北市区动辄每坪上百万元的天价，在台中可以换来更宽敞舒适的房子和生活空间。我就认识一对退休夫妻，把台北的小房子一卖，搬到台中近郊，买了一栋带电梯的华厦，口袋还多出好几百万元现金作为养老基金，日子过得比以前从容自在。当然，台中也有一点小缺点要留意，例如夏天中午后偶尔还是会闷热，假日热门景点附近可能会塞车。但是此外，台中的地理条件让休闲选择多元，想看海只需驱车1小时到高美湿地欣赏夕阳和招潮蟹，想上山也可以到谷关泡温泉，践行森林步道，生活乐趣不缺。整体而言，台中的确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平衡，医疗、气候、生活成本、交通样样不缺，又不会过度极端。难怪台中常年稳居，最适合退休城市讨论榜的前几名。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向美丽的东部，花莲市是很多喜爱大自然的退休族心中的梦幻天堂。有人说，花莲是上帝为台湾退休族准备的一处后花园，绵延的中央山脉和蔚蓝的太平洋在此交汇，空气中都是甜甜的稻香与海风。早晨醒来，推开窗就能看到远处的青山云雾缭绕，傍晚漫步在七星潭海边，听着浪涛拍岸，仿佛每天都在度假。花莲的生活步调特别悠闲，街坊邻居之间依旧保有淳朴的人情味。在这里，时间仿佛走得更慢，你可以骑着脚踏车穿过稻田小路，下午到农夫市集挑最新鲜的蔬果，日子简单却充实。更棒的是，花莲的物价相对城市低廉，许多东西自己动手种或当地购买都经济实惠。如果你喜欢自己种菜养花，这里有的是干净的土地和足够的空间。花莲的房价也相当可亲，一间在台北仅能勉强置产的小公寓，在这里可能换成带小院子的透天厝，轻松实现田园梦。然而，天堂也有小小的代价。花莲最大的隐忧在于医疗和交通资源较为有限。虽然当地有慈济医院这样的大型医疗院所，但许多专科设备仍不如双北完善。如果遇上重大的疾病或紧急事故，往往需要长途跋涉送往台北或台中的医学中心。我有一位朋友退休后搬到花莲养老，
他曾半开玩笑地说，在花莲生活每天像神仙，但一生病就觉得自己变凡人。因为有次他突发严重的过敏反应，当地医院一时难以处理，只好连夜搭救护车北上，所幸最后平安无事，但也提醒我们，选择花莲这样的世外桃源安享晚年，自己和家人都要事先规划好紧急预案。不过，如果你身体硬朗又热爱山海风光，花莲绝对是不可多得的人间仙境。毕竟能够天天欣赏壮丽的太鲁阁峡谷和太平洋日出，这种滋养心灵的生活品质，可是用多少钱都买不到的。说完东部的花莲，我们回到热情洋溢的南部，看看台南市这座美食与历史交织的府城。很多北部的朋友一提到退休，就向往搬到台南去，每天吃小吃、逛古迹，多惬意啊！确实，台南对退休族有着独特的吸引力。首先，这里物价低廉，生活开销友善，传统市场里新鲜鱼货和蔬菜价格实惠，庶民美食更是随处可见。一碗担仔面或一份咸粥只要几十元就能吃得满足。对许多长辈来说，搬到台南最大的幸福之一，就是天天都有不同的小吃可以尝。上午一碗牛肉汤暖胃，中午来碗府城米糕，下午配杯枣泥牛奶，晚上再来一碗杜小月担仔面，简直活在美食天堂。此外，台南的文化底蕴深厚，到处是古色古香的庙宇和历史建筑。退休后，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探索这些景点。赤坎楼、安平古堡、林百货等，每一处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台南居民热情又有人情味，邻里之间互相关照，对外来的退休移民也很友善，让人很快融入在地生活。再说到医疗，台南虽然医院数量不如双北，但也有台南成大医院等大型医疗中心坐镇，一般的健康检查和治疗都不成问题。如果需要更专科的医疗，南科医院或者高雄的大医院距离也不远。然而，台南也有几项挑战需要留意。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夏季的高温。台南的夏天出了名的闷热，气温经常飙到30几度，体感温度直逼40度，人走在路上仿佛在烤箱里。对某些长者而言，炎热天气可能会让血压、心脏负荷增加，需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另一方面，台南近年观光兴盛，假日的安平、花园、夜市等地游客众多，热闹之外也带来车流和人潮。如果退休想要清静，或许要选择市区边缘较安闲的住宅区，不要离热门景点太近。总体而言，台南是个让人越住越爱的地方，美食养胃，文化养心，在温暖的阳光下，过着悠哉又丰富的退休生活。北部太冷，南部太热，那不如来到介于两者之间的宜兰县找找灵感。宜兰对很多都市人而言是个周末度假的后花园，但你是否想过，宜兰其实也很适合常住养老。宜兰距离台北不到1小时车程，穿过雪山隧道就像进入另一个绿色世界。这里有青山、稻田、温泉、海岸，一步一景。退休后，如果你希望既能享受乡间的宁静，又不想离开熟悉的大都市太远，宜兰是一个绝佳的折中选项。先谈环境与休闲，宜兰的自然资源丰富，包括龟山岛的日出、太平山的森林步道、东山河畔的单车道，还有众所皆知的礁溪温泉，可以舒缓常年累积的风湿酸痛。清晨可以到罗东运动公园散步，晚上则泡汤放松筋骨，日子过得健康又惬意。而当你偶有想念城市便利的时候，开车或搭客运1个小时又能回到台北看看孩子，吃顿大餐，两边跑都不嫌累。生活成本方面，宜兰的物价和房价近年来虽然有上涨，尤其是在热门的礁溪温泉区和宜兰市区，但整体而言仍比双北亲民。不少北部退休族在宜兰自产一笔台北老公寓的钱，在宜兰乡间可以换到一栋带小院子的透天厝，还能有余钱打造自己的菜园。至于医疗部分，宜兰县内有几家中型医院，例如阳明大学附设医院、罗东博爱医院等，一般的医疗需求都可以因应。不过，若遇到比较复杂的手术或重大疾病，人可能需要转诊到台北的医学中心，所以住在宜兰的长辈们通常都会事先安排好北上就医的交通或陪同，以防不时之需。最后要提的是，宜兰的气候可说是一把双刃剑，
这里四季雨量充沛，冬季尤其阴雨绵绵，湿气重，可能对关节炎患者不太友善。衣服常常晒不干，墙壁也比较容易发霉，需要勤劳地保持通风与清洁。如果你不害怕雨水，反而享受听雨赏景、喝茶阅读的慢调生活，那么在雨声中入眠，在翠绿山色中醒来的宜兰，将会是你疗愈身心的退休好地方。看完了东西两端的小城与乡镇，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大都会，介绍高雄市这座兼具都市机能与高 CP 值生活的港都。有人戏称高雄是最适合小资退休族的城市，在这里你能用相对低廉的预算过上丰富便利的都市退休生活。首先谈到生活成本，高雄在台湾6个直辖市当中，物价和房价算是最友善的。一般小吃店里，一碗牛肉面、一盘炒饭的价格都比台北便宜1/3左右。至于房地产，高雄市区的房价大约只相当于台北的一半。许多在北部打拼的上班族或准退休族，因此选择在这里买房定居，享受更宽敞的居住空间，而不必背负沉重房贷。气候方面，高雄属于典型的南台湾气候，冬天温暖舒适，不会出现北部那种湿冷刺骨的日子，对怕冷的长辈非常友好。许多来自北部的退休人士，一到冬天就特别有感，在高雄可以穿着薄长袖过冬，不用每天与电毯、暖暖包为伍，对关节怕寒的银发族来说是一大福音。不过，高雄夏季的炎热也不可小觑，阳光强烈的时候，体感温度依然惊人，外出需要做好防晒与补水，以免中暑。此外，空气品质则是高雄近年积极改善的课题。由于过去工业发达，某些工业区附近偶尔仍会有空气污染或异味问题，敏感体质的人在挑选居住地时要特别注意远离工业区。然而，随着政府积极汰换燃煤电厂，推动绿色运输，高雄的空气品质相较10年前已经有明显改善。说回优点，高雄的医疗资源在南部首屈一指，全市有多家大型教学医院，例如高雄长庚医院、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高雄荣总等。无论是例行健康检查还是重大治疗都很便利。交通方面，高雄除了公车路网密集外，捷运红线、橘线贯穿市区，连结主要景点与生活圈，让长者出门也方便。闲暇时，您可以漫步爱河边欣赏都市夜景，到駁二艺术特区感受文创气息，或者登高寿山眺望整个港都风光。高雄人的热情爽朗更是远近驰名，邻里互动热络，很多社区里早起还流行一起到公园打太极、练气功，外地来的朋友一点也不孤单。综合来看，如果您希望退休后仍保有大城市的丰富资源，但又想降低生活成本，高雄会是一个让人惊喜的选择。它以平易近人的价格，提供了接近台北等级的医疗与娱乐选项，再加上一年四季明媚的阳光，难怪越来越多银发族把这里视作幸福退休的新据点。说完大城市，我们再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场景，南投县，也就是台湾唯一不靠海的县。南投适合养老吗？别忘了，对许多向往山居岁月的人来说，南投简直就是梦想实现的地方。这里远离海岸的潮湿嫌弃，群山环绕，风景秀丽，有台湾绿肺之称。在南投生活，你可以每天被鸟鸣和清新的空气唤醒，推开门就是满山遍野的茶园或果林。南投的埔里、草屯、鱼池等城镇各有特色。埔里有着号称全台最好的水质和令人神清气爽的空气，鱼池乡则拥有迷人的日月潭、湖光山色。很多退休族来到南投，喜欢亲自种点有机蔬菜水果，养鸡鸭，每天喝茶赏景，其见乐融。更重要的是，南投的房地产相对便宜，在台北卖掉一间公寓的钱，足以在这里自产一栋宽敞的透天厝，外带一大片庭院。当然，山居生活的挑战也很现实，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医疗和交通的便利性。由于地处内陆，且人口相对分散，南投的大型医院并不多。南投市区有南投医院、埔里基督教医院等地区医院，但若遇到重大疾病或专科需求，居民往往需要前往台中甚至更远的都市求医。
我曾访谈一对搬到鱼池乡退休的老夫妻，他们笑称在南投每天都像在过健康农夫的生活，唯一的心事就是每3个月开车一次到台中的大医院做定期检查。他们在车库里特地保留了一台休旅车，平时山区悠哉慢活，但一旦有身体不适，这辆车就是他们的生命线，能够随时启程前往城市就医。因此，如果您打算在南投安度晚年，最好提前规划好前往最近都市医院的交通方式，并与邻里保持联系，以防需要协助。南投的另一个需要习惯的地方在于生活机能较为朴实，这里商场百货不多，大型超市可能要开车到较大的镇市，相对的缺乏都会喧嚣，也意味着宁静和安全。晚上抬头满天星斗，清新的凉风从山谷吹来，那种岁月静好的感觉是城市永远给不了的。总的来说，南投适合那些真正热爱大自然、追求简朴生活的退休人士。如果您愿意为了每天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而接受医疗资源较远这个交换，那南投将会以它独特的山水情怀回报您。讨论完偏乡的山林，我们回头看看新北市的郊区生活。很多人第一时间可能会觉得纳闷，新北不是大都市吗？何以成为养老圣地？其实，新北幅员辽阔，除了板桥、新店那些繁华区域，还有淡水、三峡、乌来、石门等许多幽静的角落，适合不想离开都会圈太远，又向往清幽环境的退休族。以淡水为例，这里有悠久的历史风情和迷人的河海景色。黄昏时分，漫步淡水河畔，看夕阳染红整片天空，那画面美得像一幅油画。日常生活中，淡水也保留着渔人码头、老街的悠闲节奏，让人仿佛身处度假小镇。然而，淡水同时拥有捷运红线，直达台北市区的便利。您早上在渔港边喝完咖啡，中午搭捷运进城看个医生，采买进口食品，下午再回淡水吹海风喂海鸥。都市与乡愁之间无缝切换，像乌来的温泉山水，石门的海岸渔村，各有迷人的风情，都是新北郊区生活的好去处。此外，在医疗方面，新北郊区近年也逐渐完善，例如淡水就设有台大医院的分院，许多检查和门诊不必进台北市就能完成，对长者而言便利不少。至于三峡，则是新北另一块养老宝地，三峡老街古色古香，旁边有清水祖师庙，香火鼎盛，整个镇的氛围恬静中带点文化气息。三峡靠近大汉溪畔，山水环绕，同时距离板桥、中永和等核心区并不远，开车或公车很快就能抵达市区。一些新北的退休族选择搬到三峡、乌来这类地方居住，一方面享受低密度的清新环境，另一方面还是在大台北的生活圈内。有突发状况时，台北市的顶尖医疗和自己的子女都在1小时车程范围内，不会有太多后顾之忧。然而，新北郊区养老也有几个需要注意的现实。首先，虽是郊区，但毕竟属于北部，都会生活的节奏和物价习惯还是可能没有乡下那么便宜或慢活。其次，新北的人口多，即使在郊区，假日可能还是有不少游客或返乡人潮。淡水老街假日观光客尤其多，清幽程度略打折扣。再者，新北各区域发展不均，像石门、双溪那些更偏远的小镇，生活机能就相对不足，买菜购物要跑远一点。因此，想在新北找退休天地的朋友，要多花时间亲自实地走访，找出既安静又方便的理想落脚点。总之，新北郊区的确为那些既想享受都市便利，又想拥抱大自然的人提供了一个折中方案。如果台北市满级的困难模式，那新北郊区大概就是一个温和的中间值，它让你既不失去文明世界的方便，也能拥有一份隐居山林的恬静。从北部我们再度飞回美丽的东部海岸，接下来登场的是台东县。有人称台东是台湾最后的净土，对向往极简生活的人来说，这里处处充满吸引力。台东的魅力首先在于它的原始自然之美几乎未被破坏，无论是北部的三仙台海岸奇景，还是南边多良车站的绝美海景，都让人在此流连忘返。这里有广阔的花东纵谷平原，
放眼望去，稻田像地毯一样铺展到山脚。台东也有全台最纯净的海岸线之一，清晨可以在成功镇看渔船返港，傍晚到太麻里静候太平洋上的夕阳。生活在台东，节奏是大大地放慢的。镇上的钟声响了几下，老人们才悠悠踩着脚踏车出门买菜。午后的树荫下，几位阿公泡着功夫茶聊着天，仿佛时间都停止了。这种恬淡的生活情调，是繁忙都市中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但梦想的背后也有现实要面对。台东的生活机能和医疗资源在10个城市中算是较弱的。由于地处偏远，人口少，台东市区虽然有几家医院，如马偕医院、台东分院等，但设备和科别远不如大城市完备。如果碰到重大的健康问题，通常得北上花莲甚至台北治疗。因此，选择台东养老，意味着你需要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更有信心，或至少提前做好周全的安排。交通方面，以前提到台东总给人一种遥远的印象，不过现在已经改善不少。台东设有机场，可以飞往台北、高雄。虽然高铁无法到达，但台铁的自强号列车穿越山岭而行，沿途风景如画，也是一种享受。物价方面，台东大致和花莲相近，日常开销比台北低许多。如果自己种菜，与邻里交换农作物，还能省下一笔钱。社群方面，台东的居民多是世代务农，或以渔业为生，也有不少原住民部落，他们热情友好，社区关系紧密。如果你愿意主动参与地方活动，很快就能结交到新朋友，一起跳舞、打猎，或分享自家的农产品。我印象最深的是曾遇到一位从都市退休搬来台东的老师，他每天清晨在海边打太极，傍晚散步回家，自己下厨煮刚买的渔获。他笑着对我说，在这里退休，退休金不需要多高，但每天面朝大海，心里觉得自己很富有。这句话道出了许多在台东安家的退休族的心声。只要日子过得充实有意义，金钱反而变得次要。当然，前提是你的身体要争气，能够陪你享受这片山海。如果你热爱简单自然的生活，并愿意接受远离都市繁华的种种不便，那么台东绝对会以它独特的慢活魅力，让你的晚年与众不同。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向苗栗这个朴实的小天地。苗栗县或许不像其他县市那么常被提起，但对那些想要低调过日子的退休族来说，苗栗是颗被低估的宝石。苗栗位于北台湾和中台湾的交界，有山有水，兼具客家文化之美。提到苗栗的生活，脑中浮现的是蓝天白云、稻田和茶园交织的田园风光。这里没有大都会的喧嚣，取而代之的是公鸡的啼鸣和傍晚炊烟袅袅的景象。苗栗的房价相当亲民，年轻人外流后留下许多老房子，有些退休族就善加利用，买下一栋带院子的闲置老宅，小小整修一番，既省钱又住得舒服，生活节奏也特别悠闲。街上行人不多，开车礼让行人是常态，大家过马路都不慌不忙。说到客家文化，苗栗处处可见客家庄的传统魅力，定期还有天穿日、擂茶节等民俗庆典。如果你对文化体验有兴趣，融入当地社区参与这些活动，不仅生活多彩，也能结识一群热情的邻居朋友。在苗栗退休，基本生活所需可以在乡镇上解决。菜市场有当地小农提供的最新鲜食材，偶尔想买大城市才有的商品，可以开车南下台中或北上新竹，路程都在1-2小时内能到。至于医疗，苗栗的医疗资源虽不如大城市丰富，但也有为公医院、苗栗大千医院这样的区域医院可以提供基础照护。如果需要更进阶的治疗，往北到桃园或台北，往南到台中都有更大型的医院作为备选。苗栗还有一个隐藏优点，就是气候和地质相对稳定。相较台湾其他地方，苗栗很少遇到严重的天灾。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相对而言，重大灾害较少发生在此。这对退休族来说也是求个心安。选择苗栗也意味着你得接受这里相对单纯的生活。夜晚娱乐不外乎邻里串门聊天，看看电视或早睡养生，不会有五光十色的夜生活。但或许正因如此，
你能真正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把注意力放在日常的小确幸上。总之，如果你追求的是一种清淡如水的晚年，没有太多繁华的包装，却处处是真实恬静的风景，那么苗栗这块土地将以它温润的客家人情和宁静的乡野生活，悄悄俘虏你的心。压轴登场的是南台湾一座美丽而热情的县市——屏东县。屏东被称为长寿之乡，在这里，仿佛连空气里都带着阳光的味道。的确，屏东一年中有很长的时间阳光普照，整体气候呈现典型的南国风光。冬天温暖如春，对那些怕冷的长辈来说简直是天堂。你几乎可以把厚重的冬衣束之高阁，一年四季轻装上阵。在屏东，强烈的阳光既是恩赐，也是挑战。这儿的夏天闷热漫长，紫外线指数高，生活在此得习惯每天和高温相处。好处是晒晒太阳能合成维他命 D， 有助于骨质健康。难怪不少在地老人家虽然脸上饱经风霜，身体却依旧硬朗。除了气候，屏东最吸引退休族的莫过于它低廉的生活成本。这里的物价是全台偏低水平，尤其在近年物价普遍上涨的情况下，屏东依然保持着小钱过好日子的氛围。菜市场里随处可见当地农民直销的蔬菜水果，价格便宜，量又足。海鲜更是每日从东港渔港新鲜上岸，自己煮上一锅鱼汤，经济实惠又营养丰富。屏东的房价对比六都更是亲民许多，在这里购买一栋透天或市区公寓，花费可能只是台北的1/10。许多在都市退休的银发族一算账发现，若搬到屏东，手上的养老金加上卖掉都市房产的差价，足以让生活品质提升好几个档次，自然而然心就动了。当然，决定搬到屏东之前，也要考量几个现实问题。首先是医疗资源。屏东市区虽然有屏东基督教医院等大型医院，但整体医疗水平和科别齐全度不如高雄。通常屏东的居民若遇到需要高阶医疗时，会选择到邻近的高雄就医，开车或者搭乘医疗专车，约莫1小时内就能抵达高雄的医疗中心。因此，在屏东养老要有心理准备，大病重症可能得往高雄跑。其次是自然灾害方面，屏东夏秋两季偶尔会面临台风侵袭，尤其沿海和恒春半岛地区风势强，咸咸的海风容易对房屋造成腐蚀损害，所以有经验的退休族在屏东置产时，往往选择内陆一点的区域，例如可以选择交通便利的潮州镇，或者挑一个靠山的位置，减少海风侵蚀，以降低灾害风险。这也是在屏东生活的一门学问，要了解当地气候特性，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环境。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屏东地处台湾南端，但社区风气淳朴热情。一些乡镇如靠近高雄的美浓地区，至今仍保留着农村传统共餐共谷的精神犹在。对外来的退休人士，他们也非常欢迎。邻居会主动送来自家种的水果蔬菜，邀请你参加庙会庆典。可以说，在屏东退休，你不仅收获阳光与健康，还可能意外收获淳朴真挚的邻里情谊，让晚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选择退休地点时，或许你也有一些疑问，比如说，退休后到底该住在都市还是乡下呢？这其实没有标准答案。都市医疗便利，生活机能齐全，但相对嘈杂忙碌。乡村环境清幽，空气好，压力小，但日常采买和看病较不方便。许多过来人建议，不妨先以候鸟式生活体验一下，先不要急着卖房子定居，而是租个半年或1年，在你向往的地区常住看看，亲身适应当地的节奏和生活条件。如果觉得满意，再考虑常住，甚至购屋也不迟。我身边有不少退休长辈，都是透过这种短期试住，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养老地点的。再来是预算考量，如果养老金比较有限，可以考虑避开1线城市，选择生活成本较低，又有基本医疗的地区，像彰化、云林这些中部县市，物价、房价都很亲民，医院资源也算充足，是务实的养老选择之一。有些退休族更聪明地采取弹性策略，冬天怕冷，
就到垦丁、台东过暖冬，夏天怕热就回到凉爽的山城或北部避暑，成为自由的候鸟族。总之，退休地点的选择没有绝对对错，只有适不适合自己。建议大家多收集资讯，多实地体验，用心规划，就能替自己找到一片最自在的养老天堂。好了，我们走遍了台湾东西南北，浏览了10个各具风情的退休天堂。也许你已经发现，所谓养老圣地，其实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这10个地方，有的强调自然环境，有的胜在都市便利，每一处都像是一道选择题，端看你最看重什么。也许你向往花莲的山海美景，愿意为之忍受交通医疗的不便；也许你偏好台中的均衡条件，或者高雄的都市方便，又或者你独爱南投、苗栗那种隐士般的恬静。选择退休地点，说到底是在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在年轻时为事业奔波，退休后终于有机会为自己而活，选一个地方善待自己。正如一位退休前辈告诉我的，与其追求最便宜，不如找个最让自己舒心的地方。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的退休天堂，无论那是在繁华的市区、公园旁的小镇，还是山脚下的农村，只要那里能让你展开笑颜，就是你的养老圣地。希望今天的深入探讨能给正在规划退休生活的您一些启发和灵感。当我们真正站上人生下半场的舞台时，别忘了替自己选一个喜欢的场景，让余生的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精彩。祝福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退休天堂。